俄军恢复师级编制，打算组建力量更强、火力更猛的兵团，其中一部分由现有旅改编，另一部分则是从零开始。不过，俄罗斯很早之前就师改旅了。1992年，俄罗斯取消陆军师级编制，放弃集团军、师、团，而采用军、旅、营体制。为什么现在俄军又要把旅改成师？对乌俄战场的局势会有哪些影响？俄罗斯是打算重新设立摩步师、炮兵师、空降师、海军陆战队师等17个师级部队。说实话，对于俄罗斯而言，如果战前就已经完成旅改师的话，俄乌战争不至于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比如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兵力。根据战时的标准，俄军一个师大概是13000到15000人，包括6个团、3个摩托化步兵团、1个坦克团、1个炮兵团、1个防空导弹团，还有其他独立部队，比如反坦克营、侦察营、通讯营、物资保障营、医疗营、维修营、无人机连、电子连等等。而一个旅也就是4000人左右。按照俄军的武器配置，一个旅能调动的精锐也就2个营级战斗群。当然，旅级部队也不是没有优势，相比师级部队，旅级的反应更快，机动与火力也不错，但是兵力太少，在战斗中很难控制侧翼和后方。这也是为什么俄军在战初是快速穿插作战，一个是俄军的想法就是闪电战，另一个就是俄军编制问题。营级战斗群最适合的就是快速突进。俄乌开战之后，俄军还是玩大纵深那一套，对乌军进行快速穿插，想要通过对乌军的分割包围快速结束战斗，结果事与愿违。虽然俄军部队确实行动迅速，但是没有一个坚实的后方，一旦坦克、战车发生小规模故障或者油料不足，只能被迫放弃，缺乏持续作战问题。乌军也知道这个问题，不断攻击俄军的后勤运输线，后勤跟不上，俄军只能选择战略撤退，还在路上扔了不少坦克、火炮。但换成师团级的部队就不会这样。如果俄罗斯陆军在师团级部队进入基辅周边的情况下，前方后方有兵力控制，路线两侧有警戒兵力，占领城镇有兵力控制，那样的话乌军很难赶走俄罗斯军队。但是俄军进行的是旅级部队和大队级战斗群，每个旅除炮兵、工兵、防空兵、通信兵、无人机兵等外，能执行任务的没有几个人。总的来说，旅级部队机动性强，但2-3人的快速反应旅无法打败固守堡垒地区的一支师团级部队。虽然有超视距、远距离精密打击，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也无法占领阵地，控制大面积地区。光靠高精度的炮弹、空军战斗机，光靠坦克是无法控制地面的，特别是城镇和山地丛林。而且旅的部队也很难进行独立作战，但师的部队具备独立作战能力。师有自己的军火库和粮仓，人多枪多，补给能力强，能扛伤亡，能进行长时间的独立作战，还有能独立行动甚至脱离主力部队的微型军。说白了，俄军的营级战斗群就是一个浑身肌肉的壮汉，如果要让其搞1对1的单挑，并且放开限制，战斗力确实可以。但如果要像其他部队一样搞长途奔袭，要么体力跟不上，要么有力没处使。对于大规模的战争而言，能决定战斗结果的还是重量级师团部队。旅部队的攻击不能形成全战线的压力，防御只能缩短据点，不能形成广阔的防御正面和纵深。而旅级编制的缺点在乌俄战场体现得淋漓尽致。俄军从6月份就开始战略撤退，攻击也很难奏效，最多就是夺取几个村子，而乌军反而是越战越勇。从各条战线来看，乌军完全没有败北的迹象。俄军内部的人也不是傻子，总结了俄军从蛇岛、基辅、哈尔科夫以及伊久姆赫尔松撤退的理由。最后，俄罗斯总参谋部给出了理由，俄军改革的师改旅出了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营级战斗群就是俄罗斯军改失败后的产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比如原苏军203个师，以及驻守在东欧的50个永久战备师。这个时候，经历过海湾战争的美军意识到师的编制太大，人数过多，导致机动能力比较弱，所以就开始采用旅作为陆军部队的基本构建单元。
俄罗斯发现美国失转旅，于是比葫芦画瓢也开始了。而且当时俄罗斯经济不行，养不起苏联那样的庞大军队，缩小军队规模是最好的选择。加上欧洲各国的军队也都卸甲归田，俄罗斯就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军事威胁了，所以就开始军改，计划是改成以应对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为主的军队。简单来说就是量少质优。不过就军改的结果来看，量确实是少了，但质也下去了。俄军师改旅之后，开始对俄罗斯境内的那些缺乏人员、缺乏装备的师进行缩编和重整，而那些在东欧撤退的常备师反而被俄罗斯抛弃。等于说，俄罗斯这次军改是把那些精锐部队退伍，然后那些没有战斗力的师变成了主力。战力怎么样？各位可以想象，最直接的战绩，第一次车臣战争，俄军被车臣武装打得溃不成军。可以说，当时的俄军都是处于半瘫痪的状态。那些旅的官兵没有接受相应的训练，部队虽然满编，但是战斗力不行。俄罗斯军改基本完成后，政府对军队进行了一次战备检查，结果没有一个旅被认定为处于战备状态。为了掩盖这个问题，俄军就在每个旅中都建立了一个常备营，后来也就变成了营级战斗群。俄军的营级战斗群不是取消团级指挥机构，然后由旅级指挥机构指挥多个合成营展开作战，而是直接将一个旅的战斗力浓缩成精华。俄军的一个旅级作战单位旗下只有一个营级战斗群，就算是人员和装备都充裕，也只有2个营级战斗群。至此，俄军从一支以全面战争为目标、依靠动员体制的本土防御型部队，转型成为了齐装满员、编小治精的快反干涉型部队。只是从结果来看，俄军的这次军改是把陆军给玩废了。别人美国师改旅那是最适合美国的，当时美国的军事冲突都是一些中小型的国家，没什么实力，美国纯属是虐菜。而且别人空军也有实力，轰炸机、战斗机一顿轰炸，陆军上去就打扫战场，要的就是速度。这就是为什么美军不断强化自己的机械化作战能力以及信息化作战能力，就是将自己的规模改成小而精。但俄罗斯不行，空军太拉胯，俄主力部队还是陆军，结果俄罗斯军改把陆军整废了。而且俄罗斯面对的是北约、美国，就比如乌俄战争，本质上就是俄罗斯在跟北约掰手腕。就算是俄罗斯这次不是跟乌克兰打，而是去找波兰、捷克、立陶宛，结果还是一样的，北约群殴俄罗斯。所以军事改革还是得以自身实战为主。在这方面，俄罗斯是彻底失败了。通过实践证明，营战斗群突防速度快，但后勤很薄弱，而战争打的就是后勤。至于俄军现在的旅改师，同样面临问题。俄军在兵员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军改，要比当初师改旅的难度更大。师改旅那就是裁军，然后整合一下部队，不需要花太多钱。但是重建一个师级作战单位，不仅要添置兵员，从仓库搬运封存装备以扩充编制，还需要在单位选址、营房建设等方面付出较大投入。俄军军费本来都不够用，还要旅改师，难上加难。为了花钱少一点，俄罗斯是2种旅改师的方式，一是由旅直接扩编为师，比如近卫第4坦克旅扩编为师级单位；二是由2到3个旅整编为一个师，也就是旅改师中最常用的调整方式，只是速度很一般。俄师改旅在2013年就开始了，但首先恢复师级编制的是拿来拱卫莫斯科的，所以参战的还是营级战斗群。至于会不会影响俄乌战争，火力军认为，就目前的战场局势而言，估计打完了也不会变，就算是改成功了，也没法逆转局势。俄罗斯打算把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州的合成部队以及卡累利亚的陆军兵团重新组建成3个摩托化步兵师。在战场上军改的问题，火力军暂且不提，就单单武器装备这一条，就是俄军无法解决的问题。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俄军的武器装备、精确打击武器都消耗的差不多了。那些被乌军摧毁的 T90、T80 以及苏35、苏34都回不来了。俄军就算是军改成功，也只是拖延一点时间而已。战争的结果已经是无法改变了。俄罗斯一步错，步步错。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铝改式能成功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